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根爸爸，好久不出视频了。最近呢，有粉丝私信我说，杨根爸爸你跑哪去了？其实呢，我最近在打游戏，我在打这个游戏大概是7月15号左右吧，新出的这个游戏叫《御天之剑》。那这个游戏呢，我在大概10年前吧，在无意上面打到一半没打过去。那这次呢，它出了 HD 版以后呢，我第一时间就开始玩了。那现在呢，我已经打过了之前我在无意上面打不过的地方了。OK， 那今天要做什么呢？搞这个 Pro 手柄。在上一期开箱视频里面呢，我向大家介绍过，我买了一个 Pro 手柄的外壳，但是呢它是组装的。今天的主角呢是这个手柄，这个手柄呢是大概半年多前了吧，我买的一个原装的 Pro 手柄，但是它是损坏掉的，才1000日元，那就是60块人民币不到了。那当初呢它的问题是很严重然后这个地方都发白了，看到没有？卖家的介绍呢可能是被踩了，我买回来以后呢，它充电口也没有任何反应。那后来发现原来是充电口连根那边都断掉了。后来我在国内买了配件，然后把这个充电口修好了。然后现在呢，它的功能也都恢复了，但是呢，就这个外壳比较恶心。所以呢，这期呢，我们就把这个手柄给翻新一下，把这个坏的外壳换上这个漂亮的手柄。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组装的，这是国产的外壳，它表面比较粗糙。来看一下我自己在用的这个原装的外壳。可以看到花纹其实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感觉它就稍微粗糙点。当然呢，我这个光亮也是因为我用了一阵子的缘故了。最明显的地方是这个地方，这个把手这条缝，它这个就是这个缝明显这边凸出来的，精度还是差了一点。这边有一个序列号，然后它这个我怀疑是固定的，这个序列号更加清晰点，叫 LEDN200。其他部分的做工的话，我觉得反正已经是够好的了。它这个缝粗一点就粗点吧，反正关系也不是很大。背面这个壳也是跟原装的没什么区别。然后这种地方也是非常的光亮，然后这两个东西的色差稍微有点色差吧，这个更加偏紫一点，绿色差不多。这个中框也是，它这个内侧也是相当的漂亮，你看这个底壳也是内中框比起原厂还粗糙点，原厂光亮的像一面镜子一样。这个是它的底壳，中框之前在开箱的时候我也说过，我感觉它这中框并不是很精致。OK， 那开始进入我们的翻新过程。首先要把它拆掉，这两个螺丝都拧花了，牛角拿掉，然后是这4颗白颜色的螺丝直接把它拿起来吧。可以看到这边也发白了，说明受过压力有变形。这里还有个裂纹，很遗憾它这个电池鼓包了，但是也将就能用吧。然后这个电池好像跟 3DS 是通用的，在国内很容易买到。接下来是5颗黑螺丝吧，我没记错的话，可能这里面黑螺丝有1颗是缺的。这个螺丝在国内现在也能买到，包括这个2个牛角螺丝。OK， 然后呢，打开了。我们从上部分开始吧，拧掉这2个中框支架的螺丝，然后拿掉这个排线，对，这就是它的原装中框。我们来看一下原装中框支架从这个反光上面看，它做工也不咋地但是呢，的确是比这个好。我们开始吧，从这里先开始OK， CL 跟 ZR 按钮呢会比较麻烦一些。OK， 还是挺松的，这样就可以轻松拿下来了。OK， 然后呢，这个软排，先把这上面4个硅胶按钮拿下来。OK，
然后呢，要把这个排线从它这个老中框上面掰下来。好了，起来了。OK 哦，这边已经起来了。OK， 然后呢，装到新的中框上，它原先的胶下面还在，我们就不去动它了。对，它这个薄膜变形了，哦，进去了，还可以，差不多。它这边也有定位，2个哦。OK， 液压式。然后呢，它这边啊，一个地方是圆的，一个地方是长的。按照这个给它装上去就 OK 了。好了，那我们这个侧按钮的支架就已经完成了。支架完成后，把这些按钮刚装上去，先装 L， 然后呢，这样放好以后，往里面一按就进去了。哎，手感不错。然后是 ZL 的话，它是因为有那根导轨的，直接放进去，把这金属导轨插进去就好了。记得好像从这边拿出来的，然后从这边插回去。这样就到头了吧，到底了啊。手感正常，然后把 ZR 也放进去。OK， 现在 OK 了。这边啊有点脏东西，擦掉。好了，按钮也装好了。接下来啊，上盖部分，我们先要把这个电路板拿下来。电路板啊，现在只有2颗螺丝固定。OK， 把这2个螺丝卸掉。这样的话，这个原装的这个主板上半部分的主板就可以拿下来了。这样也容易啦，我们一个个直接移过来就行了。然后呢，把这个盖板盖上去，螺丝孔位置很 OK， 再拧上刚才那2颗螺丝。然后呢，把汗什么擦干净。它这个板子啊，任天堂，你看它这边过孔啊，都没有给它上阻汗，导致稍微有点进水啊，它就会腐蚀，导致过孔断线。然后呢，有些按钮就会失效了，所以大家要注意一点。然后我们看一下，先确认一下手感，手感没问题，跟原装的一模一样。
然后呢，把刚才那个我们搞定的那个中框装上去。OK， 敲到底了，盖上。上半部分完成，看下半部分。下半部分在这里啊，我们先把这2个摇杆帽拿走。拿走。OK， 可以拿起来了。我们要把这2个震动马达给翘起来。直接拿起来的话会把那个线给拉断。我们从反面这个地方捅出来就可以了。它这个胶非常的强烈哦。OK， 它这个充电接口是之前我换的，是买不到它这个原配一模一样的，就这2个固定的孔位啊是错开的，但是尾部是能焊上，所以呢，我就以这种方式把它固定住了，其实问题也不大。然后呢，伸出这个头比原装的稍微短一点，原装可能还要突出去大概1毫米左右，但是这样也不影响使用。然后呢，我们这里还有3颗螺丝，2颗吧，这个不一定要拧掉。这个是电池架，这个小螺丝还要拧掉。来，终于给出来了。电路板撤走了以后呢，来看一下有什么小配件可以。这里还有2颗黑螺丝。对，这个小零件我不知道我买的这个框上有没有，拿不下来。哦，下来了。OK。像这样先放好比较好一点。然后呢，往这里面推进去。没问题了。2颗螺丝拧上就 OK 了。一样啊，这边第一次拧没有螺纹，还是比较紧的 ，OK 了。来，很新吧？哎，不错，可以了。已经粘上去了。OK。好了，透明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把这坨东西放进去，先固定下面这个电池的接触板。OK 了啊，进去，放进去。好了，这边啊，接下来我们就是固定它了。接着最后的组装，我们把它和上盖合起来。OK， 然后呢合并。装上电池。
摇杆忘装了，太傻了。OK， 这样就完美了。最后再盖上后盖。最后就是这两个牛角了。左边这个很完美插这边缝隙很细我感觉比我这个原装的缝隙还要细一点右边这个呢，刚才我发现问题它里面这个边角料没处理干净，导致顶住了以后插不到底。然后呢，我刚刚给它打磨了一下，把里面东西给除掉了以后，看到没有，也是完美完美合缝。那最后呢，我们拧上2颗螺丝就完事了。这次呢，螺丝呢，我拆了2颗比较漂亮的螺丝拧回去嘿，这螺丝当心，一拧滑的话就不好看了。OK， 完美吧？另外一边。好了，螺丝也拧完了，这台机器就翻新完毕。接下来呢，给它充满了电，然后我们还要给它改一下颜色，因为它原先是灰色的嘛。OK， 我们来改这个东西的颜色了其实我刚才试了好多次都改失败了。我本来以为呢，在这里面把它这个颜色，左边是这个颜色，右边是这个颜色，就能改成功了。结果呢，它死活都不会成。在网上查了大概1个多小时终于找到答案了。我估计是任天堂内部的设置，它默认这两边我们给它恢复成原来的颜色你只要把那个 body 的颜色，这个 body 连按钮不用改，它这边默认是3232323，你只要改成31323232，它就变成喷射战士的颜色，我们叫 red colors。其实备份都不用备份了 ，ES 以后 OK， 然后我们到 Switch 上看一下。好了，那我们现在转到 Switch 上。刚才呢，我把这个手柄跟 Switch 重新配对了，我们来看一下它颜色显示正确吗 ？Yes， 完全正确了。然后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摇杆，我就不测了，这东西没有影响，主要是各个按键检查输入设备特别是这个大家关心这接触良好那其他按键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就是跟原装的一模一样，整个手柄的这个强度也是很 OK 的。好了，那么这一期呢，希望大家分享这个 Switch 原装手柄的外壳完整的更换过程。现在不是有很多粉丝有这个争议到底是买副厂手柄好还是买原装手柄好？其实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动手能力还可以的朋友的话，然后又想省钱的话我觉得我比较建议买这种二手的 Pro 手柄。那像我这个手柄要收的价格比较低，因为状态比较差，那1000日元只要60块钱人民币，再加上这个外壳的话，就加在一起就是90块钱，那感觉还真的挺不错的。普通的 Pro 手柄，二手的 Pro 手柄的行情，我看了一下闲鱼我感觉在200出头的吧。然后日本这边是一般性在2500日元左右，大概是150块钱人民币，而且通常这种的外壳的状态比较好的，基本上不用更换外壳，你只要把摇杆修一下就 OK 了啦。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用原装手柄，为什么呢？因为原装手柄它可能价钱虽然是比较高，但是呢你没有后顾之忧不会因为系统一升级，然后这个手柄就不能用了。另外呢，原装手柄它的配件反而比较便宜它的摇杆、摇杆帽或者包括这个外壳也很容易买到，而且很便宜。好了，那今天就分享了给这个 Pro 手柄改颜色，还给原装 Pro 手柄换外壳的这个过程，希望能帮到大家。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是杨根爸爸，我们下期再见，拜拜。